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这个视频是卡氏750S 烤箱的实测视频。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这台烤箱怎么样，我特意拍个视频给你们看看，顺便说一下它的优缺点。这个烤箱是家用的平炉风炉一体机，我先用风炉功能烤2盘饼干，180度烤了25分钟。2盘饼干是这样的一个上色情况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盘饼干是放在下层的。这2块颜色更深一点的应该是烤箱的最里边，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烤箱都是里边的温度比外边高，毕竟靠近门的那里会有冷空气。虽然它上下2盘的颜色会有点差别，但是饼干都烤熟了。看这个饼干中间都是酥脆的，没有软的。正好这2天在做板栗酥饼，我特意多做了点，一次烤2盘。还是用的风炉功能，180度烤。最后只烤了20分钟，因为我发现用180度烤好像温度有点高了。这盘上色的是放在下层的，说明它风炉功能的时候，下层的温度会更高一些。还是板栗饼，用普通烘烤功能放在烤箱中层烤一盘，180度烤30分钟。这个颜色就挺均匀的，因为这个酥饼本身就是不容易上色，用它做测试最能看出来烤箱温度是不是均匀。靠近烤箱门那里稍微有一点点浅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多功能的烤箱，虽然它功能多，但是并不一定每个功能都能做到最优，肯定有主有次。如果想买这种烤箱的话，就要看你的要求了。其实这个烤箱用普通烘烤模式烤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好的。这个小面包用普通模式烤的，颜色很漂亮，也很均匀。烤披萨放在石板上，230度15分钟就烤熟了，颜色也很均匀。烤吐司，低糖吐司盒，上火170，下火200度，25分钟就烤熟了，而且颜色很漂亮。卡氏750这个系列烤箱，我最喜欢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下火很给力，尤其是烤面包的时候，它下火主管把面包烤熟，上火管上色。烤面包的时候，我可以按照商用烤箱的模式，把面团放在下层烤，上火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，我可以全程不用盖锡纸，这样中途不需要打开烤箱门，就不会影响面团的膨胀。而且因为它下火给力，还能大大缩短面包烘烤的时间，这样烤出来的面包就会更大，水分保留的更多，成品就会很软很好吃。我之前有专门发过一期面包烘烤技巧，就是用卡氏750拍的，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我的往期视频。如果你很喜欢做面包的话，我是很强烈推荐这个系列烤箱的。当然它不是只能烤面包，就是对于烤面包来说，它有这么一个更大的优势和特色，但其实它什么都可以烤，而且烤出来效果都还是不错的。烤戚风蛋糕也挺好的，我之前也专门拍过2期戚风的各种失败案例这方面的视频，也都是用卡氏750烤的。当时是想找戚风凹底的原因，用这个烤箱烤，因为它温度比较稳定，怎么也没烤出来凹底的戚风。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那期视频看看。看这个戚风脱完模以后，颜色也很漂亮。这是之前做过的鲍师傅的奶贝，烤出来以后颜色都很均匀。这个是蛋糕卷儿，这个是做的浮云卷儿。烤蛋糕卷的时候要注意，因为它有密封条，密封性还不错，一定要垫上门垫，不然蛋糕就会鼓包。看这颜色也很均匀，很漂亮。这是卷好的成品蛋糕卷，非常好看，也很好吃。以上的这些视频片段都是用的我这台卡氏750S 的普通烘烤模式烤的，风炉模式你们也看到了，上色情况就稍微差一些。发酵功能也还可以，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做面包的发酵。
调28度的时候，它里边温度是26.5。调35度的时候，它里边温度是31度。调50度的时候，它里边温度是41度。烤箱里边没有放水，如果再放点温水的话，温度还能再更高一点。温差是有的，而且温度越高，温差越大。但是这个温度对于发酵面包和酸奶来说是够了。卡式 750S 有上下烤功能，这个热风就是风炉烤功能，还有单独的上火和单独的下火，还有发酵、烤鸡、烘干、烤面包、蛋糕、曲奇、烤肉、软欧。其实这些基本上没什么用，你就自己调上下火就行。风扇可以单独开关，用上下火功能的时候就可以单独开关它。我这个烤箱这2天一直用着，所以稍微有点脏啊，你们不要介意。然后再摁一下就关掉了。一般情况下，你想把这个东西烤干，就可以用这个功能。比如说饼干，还有酥饼，就可以把热风打开。开关键摁一下可以控制灯，再摁一下它可以关掉，长摁就可以关机。这个烤箱还有一个蓄热板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它。我看那个介绍上写的是锁温，让温场更稳定。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保温作用，然后还能让下火的温度更稳定。但是我觉得它还有点隔热，就是装上它以后那个下火温度变低了。其实没有它，我觉得烤出来那个底部也都挺均匀的，所以我一直都不用。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，就是可以喷蒸汽，但是这个功能我也不敢常用，我基本不用，因为我有个经验，就是烤箱里水汽太大的话，烤箱温度会下降。之前做过一次水浴法的芝士蛋糕，水汽很大，烤完以后我那个卡式750温度就下降了10度，所以我发现水汽太大对烤箱温度会有影响。至于这个蒸汽常用的话，会不会有影响，我不敢说，因为一定得长时间用了这个功能以后才能知道。这个谁有使用经验，大家可以留言一下。还有就是之前有朋友问我，白色烤箱用久了会发黄吗？散热口那里会发黄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好多人会反映烤箱门缝漏水的问题。其实它不属于漏水，因为烤箱门上有个密封条，相对来说它密封性很好。当烤箱里水汽大的时候，水汽排不出去，它自己总是要找地方往外排。对于这个烤箱来说，这个情况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。像我们之前用的那种几百块钱的烤箱，门上没有密封条，相对来说密封性就没有那么好，有水汽都从门缝四周排出去了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。我觉得水汽排出去不是坏事儿，不往外排的话，时间久了，烤箱的温度反倒是会受到影响了。反正我的750烤箱也有这个情况，但我2年多使用下来，这个情况对烤箱的温度没有任何影响，唯独只有一次因为水浴法水汽太大降了10度。对于机器来说呢，不管是烤箱还是任何其他机器，都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功能多的烤箱肯定做不到每个功能都那么好，所以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功能更单一一些的，像卡式750。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卡式750，这个烤箱它只是一个平炉，没有封炉的功能，有发酵、热风、烘烤，平时做的不多，这个烤箱绝对可以满足日常使用，而且用着还特别好，温度也很均匀。卡式750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，一直还是它的忠实用户。750S 呢也挺好的，它就是比750多了风炉和蒸汽功能，不过就是风炉的功能没专业风炉烤出来上色那么均匀，其实中间调转一下烤盘也可以。如果你对这个功能上色要求不高的话，也可以考虑，毕竟它烤个饼干啊、酥饼啊，可以一次多烤1-2盘，还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的。看我用这个750烤的欧包是不是也还挺好的？不知道这个视频介绍的够不够全面，可能还有些我没想到的地方，大家可以问我。这系列的烤箱我用了也2-3年了，对它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我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卡式750，你们可以再多看看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别忘了关注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